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惠子。今天开始给大家介绍宝可梦剧场版系列。故事源于现代科学家致力于研发出世界上最强的神奇宝贝。为了完成自己的梦想，他们从梦幻的睫毛化石里提取了 DNA， 从而制造出了超梦。但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超梦虽然拥有强大的能力，但是却为自己只是一个试验品而感到非常痛苦。他痛恨人类把自己制造了出来，因此他用自己的能力摧毁了实验室，并逃了出去。在之后的日子里，超梦又遇见了一个陌生的男人，这个男人就是火箭队的首领板木。他为超梦穿上了保护的盔甲，并让超梦为其战斗。很快，超梦陷入了无休止的战争之中，超强的能力让他战无不胜。但是与之相反的是，他的内心却感觉越发的孤独。他不停地质问自己究竟是谁，来自哪里，为谁而战。很快，超梦就厌烦了这种杀戮的生活，而他对人类的憎恨也越来越深。于是他打败了板木，再一次逃了出去。他重新建造了当年的实验室，并开始秘密实施对人类的报复。与此同时，小智一行人收到了一封由快龙寄来的神秘招待券。信上称，这次宴会由最强的神奇宝贝训练师举办，而他们作为最有潜力的神奇宝贝训练师，自然也会被邀请。出于强烈的好奇心以及争夺最强训练师的胜负心，让小智毅然决定去往星岛参加这次宴会。然而，当一行人到达港口的时候，却被告知，由于海上风浪太大，暂时不能出海。但是作为神奇宝贝训练师，大家并没有被海上的风浪吓到。海南、空南和小田三人打算搭乘神奇宝贝出海。正当小智他们为出海发愁的时候，假扮成船夫的火箭队同意搭载小智一行人。但是在海中央的时候，船只却被风浪打翻了。幸好小智和小霞及时召唤出了杰尼龟和宝石海星，几个人才算有惊无险地度过了这片海洋。当小智一行人到达星岛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所谓的最强的神奇宝贝训练师就是超梦自己。而这场海上的大风浪也是他为了考验训练师的意志而故意制造出来的。更过分的是，超梦出于个人目的绑架了乔伊小姐，让其为他服务。大家对此感到非常生气，于是召唤出了自己神奇宝贝，对超梦发起了挑战。但是超梦依靠自己克隆出来的神奇宝贝，轻而易举地打败了他们。与此同时，超梦又扔出了许多宝贝球，对他们的神奇宝贝进行收服，很多神奇宝贝都被收服了。皮卡丘顽强抵抗，但也逃不了这8个精灵球的魔爪。在皮卡丘被放入克隆机器的那瞬间，小智钻进机器里拯救了皮卡丘，并且由于挣扎损坏了机器的电力供应。此刻所有的克隆宝贝都被释放了出来。与此同时，超梦下令自己的克隆宝贝大军击败岛上所有的人类。当小智看到所有的神奇宝贝开始自相残杀时，感到非常愤怒，因为他们都是生命，而每条生命都值得被尊重。出于愤怒，小智攻击了超梦，但自然被超梦推开并打飞了。而这个时候，被小智一行人所吸引的梦幻终于现身了。当超梦看见梦幻的时候，更加愤怒。他觉得自己虽然是由梦幻克隆出来的，但自己才是世界上最强的神奇宝贝。于是训练家们的神奇宝贝与其克隆品之间的野蛮战争彻底爆发。众人们虽然无法容忍这种残酷无情的暴力，但却无力阻止。神奇宝贝们被打败，然后再站起来，每个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而战，但却停不下来。只有皮卡丘拒绝与自己的克隆品进行战斗，只是一昧地进行劝阻。小智看到皮卡丘并不还击，感觉非常的心疼。而就在这个时候，为了速战速决，超梦和梦幻积聚起所有的剩余力量进行最后的一搏。小智绝望又勇敢地站在了场地的中央，希望依靠自己的力量来阻止这场无休止的杀戮。两者的致命一击同时击中了小智，小智顿时化成了石块，倒地不起。看到这样的小智，皮卡丘感到非常的难过，他试图通过电击将小智唤醒，但是并没有任何的效果，而自己的电量也很快走向枯竭。陷入无助的皮卡丘流下了痛苦的眼泪，
看着这一幕，其他的神奇宝贝们也纷纷飙泪，他们的眼泪汇聚到小智身上，神奇的力量复苏了小智。看到这一幕的超梦也终于醒悟，他痛恨人类制造出只是武器的自己，但是现在他却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模样。而通过小智和皮卡丘的感情，也使超梦意识到了，当神奇宝贝选择依靠一个人类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懦弱，而是因为愿意为了彼此付出生命的感情。个体出生方式的不同，并不意味着高下之分。当放下自己心中的仇恨之后，他和梦幻还有克隆的神奇宝贝选择离开这座小岛，去寻找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小智一行人云里雾里又回到了码头，小智望向天空，看见梦幻的影子一闪而过。而电影看到现在也走向了结局。是啊，人类总是把自己放在世界之巅，以为凭借科技就可以改变一切，但是事实却告诉我们，人类的勇气和真心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力量。我们作为单独的个体在这个世界游行，估计、猜测、迷茫，我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无助，不惧现在，无畏将来。感谢那些一直陪在我们身边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了最强的宝贝训练师，甘愿被驯服，甘愿去成为彼此的牵绊。这群训练师和他们的神奇宝贝的故事却还在继续，而我们也是。这部剧场版是神奇宝贝票房史上最高的一部，在全球范围内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总票房高达16360万美元，是不可复制的成功。好了，我是惠子，咱们下期见。